今天是我们发视频1周年，所以你们不要吵架了，好吧？不好。你们这1周年纪念日一直在吵，是什么意思呢？没有吵。刚吵什么叫1周年纪念日？什么叫我们1周年纪念日？就是我们3个1周年纪念日不行吗？你这么说还可以。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离线玩家 Online 的频道。今天视频的主角是红米 Turbo 4 Pro 以及 iQOO Z10 Turbo Pro。这两好长的名字。确实，这两手机都是 1.5K 的屏幕，骁龙 8S Gen 4的处理器啊。据说表现不怎么样啊。你也不看看是谁家的，好吧？也不看是不是红米的，是吧？我是7000的电池。哎，我是7550的电池。那你必须要赢吧？哎呀，干嘛？今天又要加班了，结果他们的游戏负载不是很高，好吧？已经很烦了。另外，这两台手机的起售价格12+56都是1999元。你的是金属边框，你的呢？你怎么拉了呀？我的不是就不是呗。那么相关的设置以及流程我们会打在公屏的某个地方，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不要忘记一键3连关注。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测试吧。直接打王者。这台手机王者都能开到120帧加极致加 HDR 的最高画质啊！哎，为什么你现在屏幕亮这么多啊？哪台？红米亮吧？红米啊，而且它已经拉满了呀。你拉满了吗？你这一过来就按了。iQOO现在拉这么多了啊，拉满了呀！大家看一下这个屏幕的亮度差距啊，朋友们换了个角度啊，两台手机现在都能晒到一些太阳，但是无所谓，因为iQOO已经拉满了，红米也是拉满的，但是右边的红米就非常的亮啊。怎么回事啊？你这个就开始偷了，怎么上来开始偷啊？那还够吧？我觉得能看清啊。因为我们今天是直接在阳光下打游戏的，所以我们就不带壳了。我们两台手机都是白色的，但给的都是黑壳呀。好，但总比那种透明清水壳好吧？你在影射谁呢？现在上午的10点多啊，现在是21度，但是我们现在是在阳光下，体感还是高不少的。今天天气预报报的最高是有27度啊。这把游戏打了5分多了，我觉得这个 iQOO 的屏幕好像变暗了一点。我觉得我的状况更多，我觉得我的最高亮度不仅暗了一点，而且在快6分钟的时候，它是锁了90帧。真的假的？来，我也锁90了，给我看，哇，太好了！来，左边是红米，红米还是会亮一点啊，然后它现在已经是89帧了啊。这颗iQOO 90，但问题是今天再热，现在也就20来度吧，还是不太行啊，这8S Gen 4。这个 iQOO 好暗呐，我有点看不清了。红米我觉得勉强能看清吧。你刚刚不是说看得清吗？刚刚可以看得清了，现在真看不清了，我得找点音量地方。3分钟也很棒啦。红米 Turbo 4 Pro 在不到8分钟的时候锁了60帧啊！快点给我看一眼。哇，屏幕还好暗，可以看清吗？现在是59帧啊。你的呢？iQOO 没有问题啊，还是90也叫没有问题吗？开的120，比它的60来说是好很多了。上期视频有人说电池这么大就直接拉满，拉满了，拉满就这么亮。亮度条都是显示满的，但是它亮了就会一直降啊。这把游戏打到了12分半了呀，iQOO 也锁60了。好，而且你这个屏幕是真的有点看不清了吧？好暗，现在还是红米的屏幕稍微亮一点点。但是我已经锁了6、7分钟的60帧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弹幕上应该会有2个字，好吧？这把游戏打了快13分钟，两台手机都是6分钟左右的时候锁了90帧，但是我这个是12分半锁了60。哎，红米是不到8分钟的时候就锁了60帧了，太狂暴了。这个太阳确实有点大，然后手机不是有点吃不消了，我们就给它散下热，然后到音量入，再打我们的第2把往上跳吧。是挺烫，但是也没有到握不住吧，还行。看一下你的，我觉得 iQOO 还好啊。iQOO 的边框很明显没那么烫，但是塑料的嘛。后盖其实差不多嘞。现在我们已经做到音量下来了，两台手机散热的也差不多了，我们再开一把，还是120帧均衡模式王者荣耀。不要均衡模式了吧，你们直接开游戏模式吧。现在没有太阳，万一能稳得住呢？稳不住啊！我一掉90就给我开游戏模式啊！好，现在这个亮度两台手机差不太多，我感觉iQOO还亮一点呢。我怎么90帧呀？这把游戏才1分半。太好了，太好了！你不是说不开游戏模式吗？啊，你给我开游戏模式，来。多少帧？我120啊，我也要开吗？你等你降了就开，好吧 ？OK。我刚刚打开游戏模式，现在iQOO是120了。是不是你这个塑料不好散热啊？肯定是塑料不好散热呀，所以现在这么快锁90。那都是1999，你用塑料关我什么事啊？那我不听。你用塑料，人家有理了。你肯定其他腌热的比我多。不要吵架了，不要吵架了。你有证据吗？没有不要吵架了。没有证据，小米的好，我告一下他。今天是我们发视频1周年，所以你们不要吵架了，好吧？不好。你们这1周年纪念日一直在吵是什么意思呢？没有吵。刚吵。什么叫1周年纪念日？什么叫我们1周年纪念日？就是我们3个1周年纪念日不行吗？这么说还可以。
这把游戏快打了8分钟啊，我这红米还是稳稳的120帧啊，这行不行啊？我去年那个 Turbo 3，我记得是8S 正3吧，它都不锁帧，你这个还倒退是吧？我乐意，我就愿意锁帧。第二把王者我们只打了8分钟啊，队友太给力了，但是没有关系，情况已经出现了，他锁帧了啊，现在来大师摸一下温度，也不是很烫，说实话。哎，红米没有它烫哎，那我还是120帧呢。再来一把王者荣耀，我要回到均衡模式，我不信了。这2把时间打得太短了，现在还是均衡模式呀，打了1分钟了，我还是120帧，没有问题。好厉害哦！是吧？游戏已经3分钟了，我现在还是稳稳的120帧呢。这就很奇怪了，因为刚刚那一把我们是散热的，然后这一把我们就直接来的，为什么它不锁呢？塑料的散热慢一点啊，这才散好热。就是现在才把上一轮的热散好是吧？对呀、好好好。我比你用的塑料是吧？哦，这个亮度很明显是右边的红米要亮很多啊。不是，你怎么就开始降亮度啦？它拉满了，哦，好好好，我红米都没拉满呢，好好好。现在在音量底下够看够。看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啊，2台手机今天这一轮的王者荣耀全都是没有带壳的。你这个爱酷带了壳会怎么样啊？掉了4分半90帧了，好好好，开吧。你没锁啊？它的游戏模式又回来了。根本就跟塑料没关系，你就是不行，就是好吧，就是不够激进，还他妈一堆理由，又是塑料，又是亮度够。第3把王者荣耀我们打了12分钟啊，现在总时长是差不多的，我们就直接退出了。第2把游戏呢，红米依然是没有锁帧率啊，并且网络也没有任何问题，亮度也是比爱酷要亮的，碾压。iQOO 第3把王者是4分多的时候锁了90帧，后来开了性能模式又回到120了，它到现在都是一直保持在120帧啦。现在 iQOO 还剩88的电，红米还有92，你怎么表现更好？这电还更多啊？电池更大呀，对吧？表现比它好不是很正常吗？前面是假的，说不定后面就崩了。我们在微信里面已经拍了1分钟的视频了，现在左边还是iQOO，我们一起发送一下。走。啊，2台手机都有导出，你这个屏幕什么意思呀？就是真的暗吧？哎，爱酷先导好哦，怎么都不动啊？还搁那转呢啊？好，对，我的iQOO发好了。爱酷快一点 ，OK， 边转边发的。红米稍微慢了个1秒2秒。现在我们在2台手机的默认浏览器里面下载1G 的视频文件了。走。啊，都就是10几兆吧，10兆左右的这么一个速度啊。这个红米的 R 角感觉也好看一点啊。你这个爱酷还是这种方方的，2个手机都是5G A 但是速度都挺一般的。哦，红米要下完了，红米要下完了。红米最后也标了 ，OK， 红米下完了，能卖很多哎。就这样吧，红米下完之后，iQOO才下了80%多。而且你为什么现在掉到只有几百 K 了？5GA 啊？什么意思啊？我不懂啊。哇，400、500啊？红米下完之后它更慢了，5GA， 认真的吗？它需要对手来激励一下它。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啊。现在我们用电信卡打电话、联通卡上网来刷一下抖音。啊，都在某个地方卡了。哎呀，哎呀，我感觉红米的卡顿好像是要多一点的啊，再快一点。啊，都是在某个地方加载。哎，红米这种黑的感觉多一点啊。啊，感觉红米是要差一点嘞。虽然爱酷也有卡吧，但是红米这个感觉要明显一点啊。我滑不下去。对，换张卡吧。现在我们使用联通卡打电话、电信卡上网来刷抖音。你看红米的这个是要多一些嘞。我慢刷它也经常会刷不下去啊，什么情况？它那个加载是明显一些的，好，快一点。啊，你看红米会刷好几次都刷不出来，我感觉电信的表现也是红米的会差一点哦。我们发现今天红米推送了一个系统更新啊，刚刚推的，它就是一个优化的触控体验。为了控制我们这个耗电一致，我们就不更了。昨天下午我是检查过它这个系统了的，系统截图是最新的，而是今天推的。而且我刚刚打王者也没感觉到有什么触控的问题啊，不知道它修复了啥。现在我们2台手机就用高德地图步行导航去在吃甜品的地方了。吃吗？不吃。iQOO拉满了。红米也拉满了，红米就是比你亮啊。那就是亮了，虽然爱酷有环境测自适应啊，但是这个亮度差别还是很大的，大家可以看到吧？因为红米没有这个环境测自适应啊，所以我把 iQOO 这里也关掉了。他们现在的色彩模式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刚刚过了一个圆盘啊，现在定位是爱酷正确的啊。
红米这个还没反应过来。红米就是还在这边转弯呢，但是爱酷已经到我们正确的位置了。现在导航是让我们往右边走啊，我们不小心走错了，还选择往左边走。有人问你为什么每次都不小心？那我就这么不小心，我小心超人。我先走吧，因为我的位置是错的啊。就是他先走啊！我们视频90%都是他先走。好了好了，定位跳了，那大概有10几米哈。我们刚刚右转了一下，现在红米这个定位是差不多对的，但是进程这里还是显示还没有右转过来啊。它这边爱酷就是已经要我们执行了，是 OK 的，然后位置也是对的。但是呢，大家还是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亮度，现在是只冲着太阳的。爱酷就这么多了，就这么多了，好嘞，安静了。那我们现在就边走边刷美团了。我刚刚又在路上直行了30-40米啊，期间爱酷的位置一直是错的，现在它又恢复到正确的位置了。刚刚一直是在马路对面的。红米一直正确的呀，一直在右侧。刚刚拍的时候突然跳到对面去了，刚什么鬼啊？你怎么说啊？我又错了。嘿嘿，那没事。那还是红米这一节表现好一点啊。我们往前走了一节，现在红米的位置又变对了。爱酷呢？说话。爱酷也是对的。叫什么？你今天车哪？你在爱车哪？今天车懒得开，好吧。我们现在阳光下准备刷一刷美团啊，看它有没有加载方面的问题。哦。红米呢，感觉就是加载有点慢，但是爱酷这边呢，有那种白色的大面积加载啊。啊，红米也出现了，但是整体的话，我觉得红米还是好一点点了。好，继续走吧。我们刚往前走了几米啊，发现2台手机的美团都有点锁帧啊。我这个红米感觉是60帧，我觉得挺明显的60帧吧。然后这个爱酷感觉好像是90帧吧，它反正不是60，但也绝对不是144或者120，好吧？导航的位置也突然变了呀，啊，都到对面去了，怎么这么一致呢？就都是一家人，走吧走吧。怎么回事？这爱酷的美团怎么卡住了？这个小窗是好的，这个美团没了，卡死了。流畅稳定的 Orange OS 嘛，对吧？我看谁敢喷 Hyper OS 啊？真卡住了，真卡住了。我们回到桌面是没问题的，我进来就不行了。有一种 Y300 Pro 加的美感了啊！你看这真美了啊，这个美团是真卡死了啊！好了，终于缓过来了。为什么这么慢？哎，哦，恢复了。我们又过了一个马路啊，并且在上段路程之后啊，我这个红米一直都是错的，定位一直在马路对面。爱酷的位置有时候是对，有时候是错的，就会跳一跳啊。对，表现就还可以。你看这个爱酷的这个加载的问题，好慢啊，它网不行，感觉有。你看一下你的亮度，啊，它也没拉满。那你们都拉最高看看，啊，都拉最高之后是爱酷明显要亮啊。那现在红米就是有点顶不住了呀，感觉。对，有点难受，好吧。我们现在又过了一个马路啊，在上一节红米总共就是对了大概10秒钟的样子吧。爱酷的最后50-60米都一直是对的，现在还是对的。那我现在上去调理一下吧。你怎么不动呢？我去了，万一适得其反了怎么办？啊，我对了。好了吗？好了。啊，回去了。刚刚红米短暂的好了1秒钟啊，坚持了2秒还可以吧？又回去了。跟你一样坚持了几秒啊？你怎么知道呢？爱酷一直是对的。哎，对了，往前走。好，往前走啊，走，我就一直拍，看它会不会一直对。经过这个调节的位置。哦，调好了，还真调好了，有点说法的这个地方。爱酷一直是对的。我们导航了快36分钟，现在已经到达目的地了。整个导航过程中呢，2台表现其实差不太多吧，感觉都属于我们测过手机里面中等偏下的那种水平了。亮度的话，一开始是红米要压爱酷一头，但是后面呢，红米就坚持不太住了。导航期间我们还刷了15分钟的美团啊，爱酷还卡死过一次，而且它的加载问题也挺严重的，挺慢的。 2台手机都锁帧了，美团，红米跟人锁了60，但是它后来恢复了。 而爱酷那个时候还是90，现在爱酷只有73的电了，红米还有79%的电。现在是中午的12点19分，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1小时38分钟的手机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厕所测一下信号吧。你饿了？进到厕所里啦。现在2台手机都是4G 信号啊。右边的红米的屏幕会稍微亮一点，我们已经开关过自动亮度了。现在我们联通打的电话，3、2、1，走。 啊，红米先通了 ，OK。爱酷怎么说呀？哦，也通了，大概慢了5、6秒啊。微信里面在发送一个表情包啊，走。
都有点加载了，这有点久了吧，朋友们？哎，红米先出现了，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呢？到底是发没发出去啊？没没有发出去，没有发出去，已经30-40秒了，他们还没有发出去啊！算了吧，算了吧，朋友们啊，一进来这个红米，网络不可用啊，这个微博，但是他刚刚又收到网了，他现在还是这样子的，看看，哎，点的没用啊，再来，再加载了。但是没有用啊，两台都加载不出来，这联通直接废了呀，这两台，他们都刷不出来下一条啊，这是缓存的。他连点赞的爱心都没有，消失了。那这两台手机在这个信号特别差，厕所里面联通只能打出电话，别的啥都干不了啊。现在我们把卡切到电信了，而且两台手机的环境色自适应是都没有开的，红米是直接没有这个功能啊。那来吧，电信打电话，3、2、1点。差不多时间都通了 ，OK。两台手机我们切到电信卡之后呢，就都收到了我们用联通卡的时候收的表情啊。哎，你这里怎么显示没有了？试一试就知道了。试一下吧，来，3个表情，3、2、1走。哎，红米发出来了，爱酷电信也寄了啊。爱酷电信也没了。它又有了 ，OK。我们已经进微博大概10几秒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红米这边的微博已经刷出来一些东西了啊。你刷的是什么呀？爱酷还在转圈啊。红米啊，没问题。爆杀，爆杀，爆杀，怎么说啊？重来，我要重进。爱酷刚刚重建了一下微博呀，它现在也加载不出来。光看这两个视频的话，我觉得大家会认为你没有重进，好吧？再给大家演示一遍啊。广告倒是有的，你看就出不来的。红米这边畅通无阻。没事，我们爱酷这边全靠想象。抖音也进来了呀。哎，红米刷出新的喽。你呢？网络不稳定。OK。黑的等于没刷出来。你这个就已经到头了，你知道吗？看看当前无网络，你都不用试了。那这个厕所呢，两台手机的联通卡表现都非常差劲啊。电信卡的话是红米直接把爱酷爆杀了。现在我们到地下车库来，用微信扫一下墙上这个二维码啊，两台手机都是联通的4G 网络。来，3、2、1走。左边还是爱酷。爱酷会稍快一点点啊。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4、5米的样子了。来，3、2、1，左边是爱酷，走吧走吧。哎，红米扫到了，好，爱酷也到这个位置了。你要不让开一点，让它到你的位置。好，然而没有扫到。走开，说明他的身体挡住了。他身体挡住什么了？挡住？哎，有光了，能不能扫出来？亮灯了啊，差了有30厘米吧。现在我们到这个很暗的地方来扫一下二维码啊，左边的是爱酷，右边是红米，微信1米，3、2、1是有1个人拿的。红米扫出来了。啊，爱酷扫出来了。你要不给他们换个位置，再试一遍。我们把两台手机换一下位置，还是有1个人拿啊。来，3、2、1走，左边是红米，还是红米快。你这个爱酷怎么回事呢？我就是要慢一点呗，换点位置也不行啊。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是3米的样子啊，左边还是红米啊。来，3、2、1走。哦，红米放大了，扫出来了。爱酷是亮了灯扫出来的，刚刚亮灯了，我们再来一次，左边还是红米啊，3米，3、2、1走。红米扫出来了，这是看起了15 Ultra 这个红米 Turbo 4 Pro， 它就要到1米的地方了啊！你看，它就要到这个1米的地方就扫得到了。你看这个红米在这里呢。现在我们用微信打个视频通话，现在是前置。前置这一次的话，两个的视野范围差不太多啊，感觉爱酷的可能还稍微广一点点，可是爱酷这边是带一点美颜的啊，这个人就显得很红润啊，但是红米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觉得是丑化，跟本人一样，跟本人一样。我脸上全是斑是吧？全是麻子，我的妈呀，这个太难看了呀！这个丑化的太严重了吧？我脸上真没这么多东西吧？好了，我们再切换到后置，这个后置镜头也是感觉爱酷这边色彩要稍微鲜明一点啊，红米这边就也是这种黄黄的，显得老旧一点。然后它们的清晰度，我觉得是爱酷的会稍微高一点啊。
这个红米感觉分辨率要低一点。取景范围的话，也是爱酷会稍微广一点，大家可以看到吗？是要稍广一点点的，前后置都是爱酷会稍广一点的。我觉得整体的话，肯定是爱酷要好一些的。我们把红米的美颜开了一下，然后整个人就是这种黄黄的，甚至有点棕色，我觉得。对，为什么？我感觉我人种都变了，感觉是美黑啊，这个美颜开起来也很丑。你这边就正常了。对啊，你看，哎，而且爱酷这边其实是相对真实的，我本人是比较白的，是有点这种高原红啊。已经打了10分钟微信视频通话了，2台手机都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现在他们俩都有点热，所以我们都把壳摘了散下热。现在爱酷还有66的电，红米还有74。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2小时5分钟的手机了。现在太阳很大，我们赶紧去散热完，直接太阳下刷5分钟微博。感觉今天这2台手机状况不妙啊。好的，朋友们，2台手机我们都散热，大概散了5分钟的样子啊。现在可以看到的是爱酷这边已经把亮度拉满了，红米这边还没有拉满，那我就给它拉满一下啊。好，我们已经进入微博了。可以看到一开始的亮度还是右边的红米会稍微高一点啊。来开刷。 2台手机都是5G A 啊，现在是25度啊，其实还是有点风的。我觉得条件不是特别苛刻吧，除了这个太阳比较大之外啊，而且我觉得整个正面的颜值真的是红米的要好一点，看着舒服一点啊。现在刷大概1分半钟，2台手机的亮度是真的差不太多了。我感觉红米只微亮一点点了。我相信爱酷一定满锁真一点。现在刷2分钟，我觉得2台手机的屏幕亮度没有很大区别了。现在大概刷2分半钟，感觉是右边的红米亮度降下来了啊。 它现在感觉是没有左边的爱酷亮的，我就说吧，爱酷持久，一点都不像你啊！你为什么会这么清楚啊？你跟我说的，我都不想搭你们的话，你们自己聊吧。我没想搭他话呀，你跟他聊吧。现在刷大概3分半钟吧，左边的爱酷的亮度又比红米低了，红米紧随其后啊，亮度也降了啊。好的，现在2台手机都刷了大概5分钟了，都没有掉帧了，但是它们的亮度已经比一开始低很多了。现在我是觉得右边的红米会稍微亮一点点啊，但是差不太多吧。我们再看一下它们现在亮度。 啊，都是拉满的，那没法拉了。2台手机也没有掉网啊，都是5G A。现在我来摸一下这2台手机啊，先红米啊，后盖还好，边框也没有到啊，有一点握不住了。还好，我觉得红米不是很烫。哎，这爱酷完全不烫呀，这后盖跟边框都不烫。红米金属边框会那个，对吧？热一点。爱酷是凉快一些的。好的，又到了我拍照的环节了啊。这2台手机，说实话，拍照没有什么很多好拍的。我们先录一下视频吧。 啊，这2台手机我们刚刚已经都散过热了啊，都是短焦指纹，非常棒。我们今天还是拍我们的优雅小宝，来给个镜头，非常优雅，在那边，太阳在我的1点钟方向啊，来开始走，看大家觉得谁的防抖好一点啊？我从屏幕上看，爱酷还是美颜比较重一点啊，红米这边显得会稍微真实一点，但是会丑一点啊。好，我再慢慢转圈。 大家有看到什么眩光吗？我好像是没有看到什么明显眩光的。衣服的颜色的话是红米的会真实一点，但是真实的颜色其实是会比红米这边在屏幕上显示的还要再深一点的。那我们还是用4K 60帧啊！我现在离得比较远，向它跑过去，开跑。防抖我从取景器上看，感觉是红米的会好一点啊。现在我跑着转圈。 现在爱酷的屏幕会亮一点了，而且爱酷这个美颜是很明显是多一点的，人拍出来是比较粉嫩的，整个色彩都会更鲜明一点的。录像是不能调他们那个影调的。最后一段40秒我就拍拍你啦，你这个衣服就是一件纯白的 T 恤嘛，然后阳光照上来应该是会有一点暖暖的，还是红米会显得稍微真实一点啊。而且美颜很明显是爱酷啦，要更明显的啦，红米这边。 是比真实要丑一点的。再看一下你这条裤子，裤子我感觉也是红米要稍微真实一点。爱酷这边感觉有点偏蓝啊。我刚刚拍了2分钟的视频了，这个爱酷的取景框已经掉帧了，大家可以看到吗？屏幕很暗了，它已经有点掉帧了，很明显是没有一开始那么流畅了，也没有60帧了。再看红米这边是很流畅的，现在左边的爱酷会稍微亮一点，但它掉帧了。朋友们，现在2台手机呢，我是准备拍前置的视频啊，但是爱酷最高只能1080P 30帧啊，左边的这台。 右边的红米是可以1080P 60的，那没办法了，只能拍1080P 30嘛。这个太假了啊，1080P 30帧，这是什么规格啊？同样的处理器，太落后了。我看着画面，我感觉为什么爱酷录出来人这么红啊？就是美颜嘛，更粉嫩一点嘛。
然后屏幕我也确实看不太清。视角的话是红米更大一点的，对啊，转圈，防抖感觉也差不多吧。但我会更喜欢红米这个风格一点啊。这爱酷给我拍的像猴子屁股一样。朋友们，我刚刚拍了2分钟的4K 60帧和30秒的1080P 30帧啊，这2个手机的屏幕在这个光线下已经很难看清了，尤其是这一台红米啊更暗了。我刚看了一下，他们2台手机的亮度都是拉满的，散一下热吧，这个看不清了，快！我们刚刚的描述可能不精准，因为屏幕上看不清楚了已经。刚刚经过了一段时间散热，2台手机的屏幕亮度都回来了啊。我们现在开始拍人像，还是我们的优雅小宝。他们的人像呢，爱酷呢是多一点的，它是1倍、1.5倍和2倍啊。红米呢就只有1倍和2倍了。从取景器上看，这个红米还是把人拍得很丑啊。爱酷这边就粉嫩多了呀，红米的成片就粉嫩多了啊。刚刚是逆光啊，现在顺光来拍2张。反正取景器上红米就丑的要死，一起来自拍一下啊！这么不乐意是什么意思啊你啊？你拍，你快拍！这个爱酷会让你选那个人像模式啊，我选的是那个经典啊，来吧，因为它默认就是在经典上。红米识别到我们是多人合影，它直接自己跳0.8了啊，0.8就明显广了。我们逆光再拍2张吧，用的是这个人像模式的自拍啊。这样子看的话，其实他们的成像风格还是跟之前一样，但是红米呢，这个人像模式它的成片还是会把人弄得漂亮一点啊。刚刚就拍这么一会儿的照片啊，这个红米的亮度很明显是没有爱酷高了，在这个拍照的界面啊，就是红米它在拍照的时候，它不把这个亮度拉得很高啊，就很烦啊。爱酷呢，这一点还是会稍微好一点的。我们还是先拍一下这边的建筑啊，这2台手机的拍摄能力有限啊，我们就最多拍到10倍吧。爱酷默认是鲜明，我就用鲜明啦。超广角感觉都好拉哟，并不是谁颜色寡淡谁就真实啊，因为今天这个太阳还是蛮大的，而且春天嘛，叶子也比较绿。其实爱酷这边虽然它是鲜明，但是我觉得它是更真实一点的。从这个取景框上看啊，成片的话不一定啊。我觉得他们到这个5倍都已经很搞笑了，他们最多也就拉到10倍了啊。这2台手机反正拍照就这样吧，我觉得大家不用特别多的去在意吧，只是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的效果。好，我们再逆光拍一下这边的建筑物啊。是稍微有一点逆光的，因为太阳现在在我的1点钟方向啊。爱酷这边我就一直用鲜明了，饱和度还是拉得蛮高的。我觉得这个取景框的体验上确实还是爱酷会好一点的。红米开始有点卡卡的了，这里我就只拍到5倍了。我现在从这个屏幕上看这2台手机的成片，这个红米它在这一组的光线下，它楼上的这个牌子其实是更蓝的。爱酷的这个鲜明都没有它蓝呢，爱酷这边还真的是反而更真实嘞。虽然他们只能开到10倍啊，厂商音乐厅还是拍一下。这一组我就用蔡司自然色彩了，哎不对，没有蔡司，就是自然色彩啊。这个爱酷从取景框上来看的话，爱酷的清晰度是要比红米高一些的哦。然后这个自然色彩很明显的是没有鲜明浓郁的，5倍我觉得已经有点难以描述了，在这个取景框里面就是糊糊的。10倍的话红米就更糊了呀，就靠他们的 AI 了。等一下出 bug 了，10倍的这个红米为什么是这样子？大家可以看到吗？它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了？什么意思啊？5倍也是这样的，它成片为什么啊？这2倍为什么这一组？哎，你看它这个主摄是好的，它从这个52毫米这个焦段开始就已经变成这样子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啊！一坨紫色的，这好像是出现乱码了、穿模了那种感觉啊。爱酷这边是没问题的啊，我翻到同一张，我同时拍的，为什么会这样？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bug， 朋友们，非常的夸张啊！2倍、5倍和10倍的照片，红米这边出现了 bug， 再拍一下吧，强迫加班。我现在同时按快门呢，3、2、1，好，我是拍下来的。红米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啊？我都是同时按的快门啊。这几张好了，刚刚是什么情况啊？这几张照片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还是按照惯例给大家拍一下叶子啊。这个爱酷我还是用的自然色彩啊。从这个取景器上来看的话，我觉得真实应该是介于2人之间的。爱酷这边感觉曝光有点高啊。红米这边就感觉对比度有点太高了，这里我就只拍2张了。取景框的体验还是爱酷要好一点的。我刚看了一眼成片，这个爱酷好像曝光出了点问题啊，它为什么过曝了呀？我们在这里拍了2分半的视频以及27张照片，现在爱酷还剩58的电，红米还有66啊。现在是中午的1点47分，我们已经使用了2小时35分钟的手机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坐地铁。哎，途中呢我们会刷一下信息流，直接开始抖音吧。本来没有想拍27张照片，但是红米有3张有问题啊，都是他的问题。你这个红米怎么回事啊？看你刷抖音，老好看了，看不着啊，你这屏幕太暗了呀。啊，你的很亮，你的很亮 ，OK。刷了10分钟的抖音了，现在换小红书，好像挺正常的，看看你的。刷了10分钟的小红书了，现在换淘宝了。哇，这是个好东西。买呀！
没钱呢。我们到五一广场了，你们看这2台手机全都刷不出来了哦。不动啊，今天是周末，人比较多。对，人挺多的。啊，现在又好一点了。哎，这个爱酷还是差一点啊，爱酷。我们在地铁上面刷了30分钟信息流，其中到五一广场的时候人比较多呀，尤其是这台 iQOO 在刷淘宝的时候就非常卡，红米的表现就会比 iQOO稍好一点，但也会卡顿。现在 iQOO 还剩51的电，红米还有61%啊！现在是下午的2点24分，我们已经使用了3小时7分钟的手机了。麦当劳走起。我们吃饭前呢就先来把金铲铲呀，不是麦当劳吗？麦当劳里有点太热了。换一家金铲铲的画质呢 ，iQOO 这边就是60帧加超清加极高啊，下面6个选项都可以打开。哎，同样的处理器，红米比它好多了。我可以看到90帧加超清加至真的画质啊，那只能迁就一下这个废物 iQOO 了，好吧？然后你现在是不是50的电了？我们要换机吧？扔一把，你用这废物啊！用废物了，用废物了。高手一个人又玩2台了，他干嘛了？他找吃的去了。我们在这个吃饭的地方，2台手机都是4G 信号，但是他们玩起来都不卡。我已经把2份主食摆在你面前了，你要感谢我吗？那你们都不许吃？那你别的不准吃，你只能吃这个。我不。你继续唱了，怎么不唱了？为什么要唱？你不想唱给观众听？对，你只想唱给我们2个听。是的，你只想唱给他听。是你们2个逼我唱的。你逼他了吗？你这话张口就来。不是还要打个龙吗？他要拿我的号吃鸡了，很好。立刻退出，好吧？这我肯定打不过我了，我3星了。被他装到了，高手就不说话了是吧？装到就不说话了啊？啊，没装啊！说实话，实话都不能说吗？是吧？接下来我们打了37分钟，现在 iQOO 还有40%的电。后面还有52的电，现在是下午的3点11分，我们今天用了3小时49分的手机。现在菜都整好了，让大兴来拍下照吧。iQOO 我把它切回鲜明了，红米就没得调嘛，1倍就拍整个的。然后每一个菜我就用2倍拍了，这个红米感觉还是熟悉的味道啊，挺难看的有一点。哦，iQOO 也没有很好看，我没有看到他们有美食模式啊。哇，这个iQOO感觉不像蓝厂啊，为什么从取景框里面看这么难看呢？红米就是不太清楚啊。但是它的2倍我觉得还行吧，我没有想过蓝厂在拍美食的时候会在取景框里面输的啊，感觉它的饱和度好高哦。我觉得2家各有各的丑吧。看了一眼成片，我觉得不论是成片的真实性还是成片的好看程度，我都觉得是红米比较好啊。吃饭期间呢，我们就看 B 站原画画质直播，并且打开弹幕啦，开吃。看一下你们的亮度，现在左边是红米，差不多吧，我觉得。你这个红米怎么卡了？虽然是4G 网，但你为什么卡了？可能刚刚是切到那个1080，它卡了一下吧。iQOO 没问题啊。对啊，都是4G 网络啊。吃饭期间我们已经看了30分钟的直播了，现在 iQOO 还有34%的电，红米还有47的电。啊？怎么了？差14垃圾 iQOO，而且吃饭期间我注意了好多下啊，一直是红米的亮度要高一点点的啊。垃圾 iQOO 还好我不用了。确实，对垃圾 iQOO 确实垃圾啊。接下来呢，我们2台手机用百度地图的步行轨迹穿一下南门口的巷子，这把看看他们俩谁的记录会好一点。出发了。我刚刚在看什么啊？里面有好几只幼虫。你要踢球吗？不会踢。哎呦，厉害！你们太不摇滚了。很明显，我身上散发出一种湿气。我们已经走完了，一共差不多13分钟。先看一下2台手机的起点啊，非常明显，好吧？是右边的红米是对的，而且现在红米的亮度也比iQOO高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iQOO 今天给我导到了马路中间啊，我要被撞死了。好，那我们就往后看吧，反正这一节进巷子之前肯定都是红米准的。走到小巷子里啦。哎，红米这里有一小节是在路上的啊，iQOO就是没有一节在路上的。iQOO 怎么又变暗了？对啊，它屏幕好暗，开一下亮度看看，你为什么只拉这么点啊？拉不上去了，自动亮度。上了。哦，好，那还是暗一点。我们再往后看回头路啊。不想说了，不言而喻。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懂啊，他就乱踹啊，在干嘛呢？在绕圈圈。你把亮度拉高一点，我真的看着好难受啊！你就拉最亮吧，最亮还是亮一点啊。回头路的话，很明显肯定是红米这边比较准一点啊，但是它也没有到特别准吧。红米它这一小节其实是在路上的，
但是你看爱酷这一节就不在路上了。哎，红米这个是确实挺准的啊。爱酷走着走就串楼了。这一串2台手机都还好啊，2个楼之间也是红米要准一点。我们是贴这个69度的前面在走的，爱酷会稍微偏一点点啊。你这个小回头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爱酷一个凸起啊？我们要屏箱倒是大差不差，但还是红米会比较准一点。稍微开拓一点五台阶啊，都在路上啊，还是红米会准一点的，因为我们是贴着右边走的。爱酷就在路上吧，已经 OK 了，反正比上一期那个什么真我 DD7好很多了。那整体的话就是红米好很多，然后爱酷呢就正常吧，很一般。现在爱酷还有29的电，你怎么就2开了呀？红米是43啊，现在是下午的4点13分，我们今天用了4小时42分的手机。接下来呢，我们就2台手机用高德地图车载导航去河西，重点关注2台手机在隧道里面的导航表现怎么样。走吧，走。现在我们已经上车了，2台手机都有3D 车道机导航。现在他们俩亮度差不多呀，右边还是红米。导航让我们左走啊，现在我们直行，看看2台手机谁反应快一点。好的，他们俩反应速度都差不多。现在我们掉着头就要进入到隧道了。现在我们行驶在道路左侧呀，2台手机车道识别都是对的。2台手机的进程是差不太多的，但是左边的 iQOO 有点太暗了吧，后面确实有点太亮，他们俩亮度中和一下就好。2台手机进程有100米的差距了，左边的好像有一点快。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到弧线呢，我们现在刚刚进入到弧线啊，感觉右边的红米是比较准一点的，进程差了快200米了。左边的 iQOO 进程太快了，左边那个 iQOO 都不怎么动了。我们现在已经很接近岔路口了，岔路口就在我们前面了，我们马上就要进去了。好的，现在我们进入到岔路口里了，2台手机怎么都不动？哦，右边的红米先快进的，左边的 iQOO 稍微慢了一点。现在我们马上就要驶出隧道了。好，左边的 iQOO 先快进的，我们现在已经汇入到主路了。从隧道出来之后，2台手机表现都还可以了。现在我们马上到目的地了。我们导航了16分钟，现在来到目的地了。整个导航过程中呢，直路上2台手机表现差不多，但是在隧道里面，因为今天可能是周日嘛，隧道里面车比较多，然后呢，师傅就开得比较慢。这个 iQOO 呢，就感觉是在波动化，按照自己的速度在前行啊，然后它的精度是超了红米很多的，红米就比较准了。但是在进岔路口的时候，2台手机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滞后啊，最后是红米先反应过来的。整体表现中规中矩吧，红米要比 iQOO 好一点。现在 iQOO 还有26%的电，红米还有41%的电。现在是下午的4点48分，现在我们刚刚好用了5个小时的手机啊。接下来呢，我们2台手机用支付宝扫一下共享单车的2维码。他今天怎么没刷新啊？现在右边还是红米啊，松手吧。爱酷要扫得快一点，红米进去快一点，但是红米有广告啊。再用支付宝扫了店门口的2维码呀，右边还是红米。你看爱酷扫得快一点吧，进去你看几乎是一样的。而且爱酷这个感觉网络到这边有点问题了。好的，我们已经到这个信号比较抽象的书记商业草了。是这样的，因为今天呢这个店里面人比较多，我们做的是比较靠门口的。现在2台手机全都是联通的5G 网，好吧？这个亮度大家可以看到，爱酷只拉到了一半不到，红米是拉的比较高的。我们已经在微信里面录了1分钟的视频了，我们现在发送一下，3、2、1点，还是都要导出啊。好，爱酷还是快一点，而且爱酷先发了。哎，他们这个5G 也不快啊，假5G 啊，这个地方经典5G 陷阱，红米现在发的多一点了，亮度差不多啊。现在爱酷开标了，开标了，啊，爱酷还是挺快的。好，爱酷发完了，红米这边1/4都没有。这个5G 就是假的呀，纯假，就不等了吧？这个速度。好的，现在2台手机还是联通的5G 网，我们来下载一个300兆的视频素材啊，有可能他们的5G 是假的。左边还是爱酷，右边还是红米。来，3、2、1，走。好，我们来看一下速度啊，都有1点几兆，1点几兆也肯定不是5G 的速度吧？红米5兆了，哇，开标红米，哇，红米真5G 了，哇，这好不红米啊！啊，因为爱酷这边退到4G 了啊，它又变回5G 了，也变快了，它现在比红米快了。不好说，我只能说结果不好说。哇，这个地方信号确实抽象，你先不要看。因为有电量上来了，爱酷6兆了，红米也不慢，也有2、3兆啊。哇，好焦灼啊！这谁呀？谁能够赢啊？哎呀，肯定红米赢了，不用想了。为什么？他这边4兆，你为什么赢啊？我觉得红米赢了。你用的红米是吗？那肯定了。你是米红是吗？你今天迟到了，有点表示吧？是你们今天来太快了好吗？哎，我们快了。OK， 爱酷赢了。啊，红米还差一点点，因为今天我们坐的比较外面，可能他们信号确实会好一点点啊。猜电量。我觉得，既然你们今天都没有打120帧的金铲赛，红米我觉得它电池大一点嘛，上40%吧。爱酷我觉得上35%吧。爱酷23。哦。红米是38。
哎，红米猜的还挺准的。那你对于 iQOO 23是什么看法？现在差15%，太弱了。那你猜？且它的亮度其实是不如红米的。对，你怎么说啊？重铸 K70 Ultra 荣光。现在我们来打王者荣耀10v10啊，第一把就用均衡模式。还是120帧加极高，然后自定义这里全部拉到最高了。这个 iQOO 的亮度太暗了，我给大家锁到跟红米差不多吧。10v10刚打了2分钟 ，iQOO锁90了。OK， 看一眼，并且网络刚刚也出现了红色。红米没有任何问题。120啊，OK，什么情况？2分钟就90了，真狂暴吧？还得是我红米啊！就网不稳定啊，我经常黄色红色。哦，红了 ，OK， 好烦啊！好帅呀！啊，这个红色好好看啊！哎，这个红色让我想起来另一个手机了，就是三星 S9 Plus 吧，还是什么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酒红色，对，勃艮第红。勃艮第红，对。红，对。哇，但是这个真的好好看啊！它里面真的反光的时候是黑色的。对，它有那种暗沉的质感。对，然后黑红配色，我是真的好喜欢啊！我的了。这盘游戏打5分钟了，可以看到红米也锁90帧了。啊，比iQOO晚一些它的哦。网络刚刚出现了一次460的情况，很短暂。我早就锁90了，而且我网络非常的差，我玩的很难受，结果打着人都不知道跑哪去了。要不要开游戏？都这样了。不，他说不定会锁60。我怎么又回到120了？红米觉得自己又行了，又行了，6分钟。不要狂啊，115 89又锁了，又锁回去了。又锁回去了。经典阶段性锁帧。经典。这把游戏打了10分钟，红米锁60了。先锁了60啊，你呢iQOO呢iQOO还是90帧啊？哦，半斤八两红米吧。今天整体都有点热了。你不是刚刚还在这里狗笑说要看他锁90锁60吧？没说错。哎，等一下，我又回来了。哦，看到了，你又回到90了。iQOO刚刚游戏应该是卡住了，大概至少有30秒啊。我是从基地出来，然后突然开始播动画，然后播完之后我人就死了，我人麻了。我现在好了，而且我的帧率也是90。你就掉了一会儿60是吧？不对，你看它突然460一下。它这个里面其实信号就都不是很好呗。这把游戏打了14分钟，最后这条红米是锁到了90帧，它的网络波动了454、460的情况吧。它中间有一次是锁了一下60啊。iQOO呢，则是2分钟的时候就锁到90了，并且一直保持到最后，网络的话是非常差的。第二把10v10呢，我们就开启性能模式，并且把游戏相关的设置都打开，并且把壳摘掉啊。你们先让它摸一下热量呀。没什么问题，红米明显要热很多，但是也不到烫的程度。iQOO 我把触控采样率拉到了高啊，并且开启了游戏视效增强跟游戏音效。红米这里游戏通间开了一个高质量啊，游戏里面也打开了防爆模式，然后显示增强开了一个明亮，输出增强什么能开得高的我都开了。刚刚这个红米黄了能有20-30秒呀，现在好了。iQOO 偶尔会变黄变红嘛，但没有它那么夸张。这把游戏打了快7分钟了，红米的帧数还是挺稳的，但是它的上半部有点烫。iQOO 的上半部分也有一点烫，然后帧数也是稳在了120。多下路1打2啊，全部操作拉满，拼尽全力无法战胜。应该放个闪现。我说厕所怎么堵了？原来是你拉满了。放个闪现，说不定双杀。他说的是真的吗？我不知道啊。哎，你今天怎么不压力他？哎，看不到，他离我太远了，你没发现吗？因为今天是1周年，知道吧？1年前的今天我们还不认识你。哎，有人问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就是在小蓝上发了个信息是吧？发游戏视频，然后我评论了一下，我说我也在你们测试的路线的附近，能不能出来见个面，然后就认识了。小蓝是吧？小红、小粉，确实是小蓝，国际版就是小蓝了。这把游戏打了9分半，刚刚这个红米有一瞬间锁到了88，现在又好了。这属于吊帧嘛？应该不属于锁帧。这把游戏现在不到10分钟，你看真的锁90了。红米先锁了啊。哎呀，89帧 ，OK。第二把10v10我们打了11分钟，iQOO的网络呢是出现了一点点卡顿，帧率没问题。红米的最后1分钟锁了90帧呢，它现在上半部我觉得挺烫的。还让他摸一下来。我靠，这个边框明显的很烫啊！握得住吗？如果就略有一点握不住的感觉，然后这个背板的话会凉快一点点，但是也是属于烫。iQOO应该毫无压力了，我觉得。基本上没什么温度，感觉就憋在里面了。现在 iQOO还有11%的电，红米还有26的电，现在是下午的5点41分，我们今天用了5小时48分的手机，正好今天还没有放20分钟 B 站视频，我们正好放一下吧，给手机散散热。2台手机现在都卡了呀，哎，好，红米又开始放了。
在这里放4K 60帧视频，感觉2台手机都不是很流畅哦，都会卡卡的哦。都挺有压力的。我们又卡了，他们就是会时卡时流畅，要加载。我们已经看了20分钟的 B 站视频了，播放过程中呢，2台手机都出现了很多次的卡顿的情况。现在 iQOO 还有7%的电，红米还有23%的电啊。哇，越差越大了。然后我们今天王者是少打了一点啊，那我们最后的电呢，我们就再来一把王者，好不好？来吧，10v10游戏模式。这把游戏我们打了9分多钟，我在打团的时候会掉到110帧左右，然后它现在可能是因为电太少了，就2%了。啊，设备温度过高的能出现一个。哦，他应该是把我那个游戏相关的设置有一个都关掉了，因为温度过高嘛。红米没有问题啊，还是120帧，它的网络也没有什么波动。在那个8分钟到8分半之间啊，是黄了红了很多次，现在有稳定了。我们这把游戏只准备打10分钟啊。结束吧，我们已经推了。打完游戏之后呢，红米还有18%的电。iQOO 只有2%了。现在是下午的6点15分，我们现在用了6小时23分的手机了。今天的整个流程都全部走完了，但是我们之前打的是60帧金铲铲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打微信视频通话吧。好的，朋友们，现在是下午的正好6点半啊，打了13分多钟的微信视频通话。这个iQOO还有10几秒就要关机了，然后它今天的续航时长就是6小时38分钟啊，正好掉到15了。这个红米啊，来吧，那就开始总结。为什么先拍我？好了，就由我这个输家 iQOO Z10 Turbo Pro 来开始今天的总结啊。它的续航时间是6小时38分钟，而此时呢，红米还有15%的电，非常的夸张。感觉它的今天续航并不像一个7000毫安时的手机吧，因为这两手机其实处理器是一样的，然后它呢是7550毫安时，按照我们精确的换算啊，红米应该是多8%的，但它多了15%，而且今天全程这个亮度也是红米领先。就感觉这个 iQOO 的这个8S Gen 4调的是很一般般啊，就是不要老说8S Gen 4翻车了，也要看看还是真是谁家的好吧？啊，这个 iQOO 这个蓝厂不太会调骁龙的处理器是吧？然后这台 iQOO 为数不多的几个优点啊，上午的步行导航的前一节稍微好一点点，下午书艺烧仙草的下载要比红米快，拍照体验好一点。然后也是出现了 bug 了，不要说什么谁的系统稳不稳定啊，它系统对于1-2000元这个价位的手机覆盖来说啊，它体验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差距啊。你像今天红米也出现了 bug， 但是 iQOO 呢，它系统也出现了 bug 啊，它那个美团卡死了，对，它美团直接卡死掉了呀。而且我总感觉这个蓝厂在调这种中低端机的时候啊，就是很奇怪，这个 OGOS 5，像上一次我们那个 Y300 Pro 加，就也是出现了这种很离奇的东西啊。并且这个 iQOO 它虽然是这个王者荣耀赛事指定品牌是吧？它这个打游戏打王者也不够狂暴啊，也就一般般吧，也锁帧啊，锁90甚至锁60。除了拍照之外，它这个视频的体验也比红米好很多。但是我觉得可能是红米乃至米系的这个整个问题吧，它前置拍出来就是很丑，对，并且它那个美颜就是有点在丑化了，就是把人拍得很棕啊，这边棕色人种了。这个可能是红米接下来要是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吧。你刚刚也看了那个前置是不是？他把我变成印度籍了。那么它的优点仅此而已啊。至于红米的优点还真挺多的。哎，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摸起来不怎么烫。那是因为它是塑料边框加上这个复合材料的，复合材料的后盖，做的还像玻璃一样的，把我们都唬住了。后来发现，哎，还是塑料。打不过复合材料啊，不是官方的，机身用料也比过红米，好吧？就反正我完全不推荐嘛。那么有请胜者发表获奖感言。那这一整天的使用体验下来，我就觉得红米 Turbo 4 Pro 就是1990价位的神呐、把这个 iQOO 直接给打爆了。那确实。但是它打游戏的时候，确实因为金属边框它太烫了，它的游戏方面的帧数也不是很稳定。有一次是掉到了60，然后突然又回到了90，还有一次又掉到90，然后又回到了120。反正它这个游戏方面表现是不大好，其他方面这台手机表现就还挺不错的。在南葫芦的车载导航方面，iQOO Z10 Turbo 也是莫名其妙的卡住了，Turbo 4反应就还是比较迅速，而且它的续航时间长，最高亮度也亮，手机的质感也比iQOO好。这台手机真的是还挺不错的，是我们为数不多的推荐的红米的机型呀。而且我是觉得它这次改了这个比例之后啊，是好看很多了。但是它有这么多优点，它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是我发现的。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吧啊，这个是52倍那个2倍的时候，你看前一张还是 OK 的，但是后一张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这样了，再后一张5倍的也变成这样了，10倍的也变成这样了。所以呢，我们就只好重新拍了这3个焦段的3张照片。但是这一张5倍的大家可以看到，我就算把它放大了吧，你看它这个地方也是清楚的，对不对？可是你看这张10倍的，
就很夸张，这样子也是模糊的，我不懂了。但是它这个胶呢，这一块是清楚的，这个红色的这个东西又是清楚的，感觉有点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拍照有很严重的问题啊。虽然说这两台手机的拍照都一般吧，但是红米这个问题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好吗？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照片呢？算是比较严重的 bug 了，这个软件部门赶紧修复一下，好吧？虽然它今天有一个系统更新，你看可以看一下，它这里只优化了触控体验啊，而且你们今天也没觉得触控体验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吧？我觉得在2000这个价位，红米还是很推荐的啊。尽管它拍照现在这个 bug 等它修复好吧，然后论硬件的话，论拍照水平，这两台其实是差不太多的，只是说 iQOO 可能这个拍照体验好一点。但是 iQOO 其他方面又太差了，对吧？这两台的话就无脑考虑红米就行了，不要对它抱有太多的偏见啊。我们实事求是，它表现好就是表现好啊，推荐。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精彩视频请继续关注离线玩家。 online。 OK，大家喜欢视频不要忘记一键3连加关注，拜拜，拜拜。